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係 FWC 財智通訊社，我係今日嘅主持。上集咧就分享咗香港 ETF 嘅前世今生，未睇嘅話咧記得睇翻上一集啦。今集咧就帶大家去美國，咁美國嘅 ETF 出現係點樣嘅呢？想知道係啲咩呢？繼續睇到最後嘅部分啦。開始之前呢，記得去訂閱我哋 FWC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，咁你就唔會 miss 咗我哋新片啦。記得咧 click 翻個 like 喎。咁可以令到 YouTube 推介我哋嘅影片去俾其他人睇，令到更加多人咧有免費嘅投資技巧、市場知識同資訊。好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！全球第一項 ETF 係1993年美國證券交易所誕生，推出咗第一隻嘅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SPDR 標普500指數 ETF， 代號 SPY6。道富當時稱為道富銀行，同美國嘅證券交易所經歷咗3年緊密嘅合作，最終成功推出追蹤標普500指數表現嘅一籃子證券。上集咧就已經講過，香港 ETF 咧總共有157隻 ETF。相比美國嘅 ETF 咧，種類係非常之多㗎。依家咧已經去到2449隻嘅 ETF， 可以見到呢度咧成200幾頁咧，基本上多到睇都睇唔晒啊！其中 SPY 最早主要投資者之一並非嚟自美國，而係澳洲一個退休基金。Rose 指出喺當時購買管理基金需要填寫申購表，由於投資流程完全唔同，並且可以喺交易所購買有關產品，因此好快就有外國退休基金購買同持有該產品，令到地球另一端擁有退休金賬戶嘅投資者可以涉獵美國股市。截至1999年，ETF 業務版圖已經跨越太平洋，道富環球投資管理已經係喺香港推出咗首隻嘅亞洲 ETF。2002年，新加坡首隻當地 ETF 上市，即係 SPDR 海峽時報指數 ETF， 股票代號 ES3。SPY 喺2001年5月新加坡上市嘅，以美國最多人買嘅 ETF 嚟做例子啦。SPY 同 IVV 咧就係 S&P 500啦，基本上就係美國最強500大嘅公司。自 SPY 面世已經有25年，儘管全球已經有7000隻嘅 ETF， 追蹤各個行業、板塊、商品、地區嘅表現， SPY 仍然係交易裏邊最活躍嘅 ETF。另外仲有 QQQ 同埋 VOO， 兩個相比之下咧 ，QQQ 嘅發佈時間咧遠遠超過 VOO。從圖表裏邊咧都會睇得到，不論從流動性啦或者管理費用比率等等，相比之下明顯咧都有分別㗎。喺過去嘅10年咧 ，QQQ 嘅表現咧遠遠超過 VOO。但係如果比較過去20年嘅數據顯示咧，你哋都會睇到 VOO 嘅回報率咧係更加高嘅，分別為11.69% 同埋7.12% 嘅。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喺成個經濟裏邊咧廣泛去分散你哋嘅投資啦，大家都可以做一啲功課研究下喎。ETF 係點樣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呢？喺2001年9月11號襲擊之後，美國證券交易所閉市6天，係過去50年嚟講首次連續4天暫停交易記錄。ETF 亦都係第一次受到股市波動考驗。喺9月17號重新開市之後，投資者紛紛拋售航空等等受影響嘅行業股份。然而呢樣嘢令到人哋深刻印象嘅一幕就發生咗啦。市場參與者開始使用 SPY 價格作為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嘅隱含估值，給予市場時間得以調整同埋整固。繼911之後嘅情況不時發生，透過多次嘅閉市，成分股暫停買賣，市場混亂、自然災害、人為錯誤 ，ETF 證明咗為市場添增咗重要嘅額外流動資金來源，有助投資者即時發現市場問題。不過要每一日正確操作進行 ETF 買賣，一般人甚至專業嘅人士其實都好難透過操作去打敗市場。咁到底點解呢？因為就連巴菲特都曾經同基金經理對賭。巴菲特曾經講過，發起呢個賭約主要有2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就係提高捐款嘅槓桿。賭約一開始之前就已經決定咗將贏得嘅獎金會捐去公益慈善團體。第二個原因呢，就係宣傳佢嘅信念，一個幾乎零成本、冇經理人、選股、積極買進賣出嘅 S&P 500指數型基金，隨着時間嘅拉長，績效遠遠勝過大多數嘅投資專家。巴菲特投入咗真金白銀，用咗10年嘅時間同避險基金業者打賭，用低成本指數化投資，非常難以打敗，最後證明佢係啱嘅。
巴菲特嘅策略單純買進持有，整體股市指數亦都係一開始買進，然後從未賣出，咁樣好似咩都冇做過嘅情況下嘅方法，都遠遠勝過嗰200幾位避險基金經理人所採用嘅選股買進持有，擊敗咗買進賣出。巴菲特亦都曾經講過，呢10年之道可以學到嘅嘢就係投資最重要夠簡單，避免好動。喺過去呢10年期間，避險基金組合超過200個避險基金經理人肯定執行超過上萬次嘅買進賣出，而每一次嘅進出場決定，每一個經理人肯定好努力，而且每一個人都好相信呢個決定可以證明咗係有利嘅。新手嘅你哋，無論買乜嘢嘅股票定係 ETF， 都要記得睇清楚喎。中意呢條片嘅，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，咁你就唔會 miss 咗我哋新片啦。記得同身邊嘅朋友分享。如果下次有人懶性要教你哋要買一啲高費用嘅基金，又或者覺得自己識得選股、識得揾出場點，可以請去睇睇呢一個巴菲特10年之道嘅表格喎。然後再問佢願唔願意拎出50萬嘅美金去同低成本指數型基金對賭10年嘅成效。嚟緊我哋 FWC 會有更多關於唔同嘅投資技巧啦、市場消息資訊同大家分享喎。繼續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